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。领导拿我会员卡做人情。故事解说：苏乔在公司任职期间，长期遭受同组组长徐丹的刻意压榨与无端使唤。日常工作里，徐丹总是习惯性指派苏乔处理各类私人杂事和琐碎工作，从不体恤苏乔的工作负担。这天，徐丹又像往常一样使唤苏乔，让他帮忙取快递、冲少糖咖啡，还叮嘱苏乔别忘了准备下午茶，点名要吃芋泥小蛋糕。苏乔没有反驳，一一应下了徐丹的要求。这已经是徐丹连续第28天让苏乔自费为自己购买下午茶。没过多久，苏乔凭借自身能力成功拿下公司项目。徐丹见状立刻顺势开口，提议让苏乔请客，用下午茶庆祝项目落地。在场同事纷纷附和，苏乔碍于职场氛围，只能答应下来。此后，徐丹更是变本加厉，毫无顾忌地让苏乔每日准备下午茶，连推脱的借口都不再寻找，全程心安理得享受着苏乔的付出。长期的自费支出让苏乔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。恰逢苏乔刚刚搬入新家，房租、水电一次性结清后，手里的资金变得十分拮据。无奈之下，苏乔主动找到徐丹，诚恳说明自己的境况，坦言手头紧张，日后没办法再继续承担下午茶的开销。可徐丹听到这番话后，不仅没有丝毫体谅，反而满脸不屑，觉得苏乔小题大做，不过是一份下午茶，根本不值得特意推脱。一旁的周姐看在眼里，忍不住开口调侃徐丹，说他的下午茶待遇格外固定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公司专门给他安排的专属赞助。徐丹听见调侃后，立刻为自己辩解，声称自己不吃小蛋糕就会心情不好，心情不佳会直接降低工作效率，进而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进度。他还刻意抬高自己，对外宣称组里80%的优质项目资源，自己第一个都会想到苏乔。平日里处处提携照顾苏乔，苏乔偶尔请自己吃些零食，本就是理所应当，算是对自己的回馈与贿赂。苏乔心里十分清楚，和徐丹这类极度自我、自私的人根本无法讲道理。无论何事，徐丹都会扭曲事实，将所有利弊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局面，全然不顾及他人的付出与难处。就在众人闲聊之际，公司领导突然现身，当众宣布了一则通知：本周末公司将组织全员团建，各类零食、饮料可以由各组长统计汇总，统一采购，所有开销全部由公司报销。同事们听到公司报销团建物资的消息后，全都十分欣喜，纷纷感慨公司福利贴心。可徐丹却突然一反常态，一改往日事事白嫖，连10几块奶茶都不愿自费的吝啬模样，主动开口打断众人，声称市面上的薯片、饮料都属于垃圾食品，并不健康，提议大家减少这类零食的采购，由他个人自费请客，安排大家品尝近期网上爆火的德高记小蛋糕。在场同事都十分意外，纷纷夸赞徐丹大方豪爽。但苏乔心中却格外清醒，他深知徐丹的为人，清楚一个长期想方设法白嫖他人下午茶，分毫不愿吃亏的人，绝对不会无缘无故主动大出血请客。这突如其来的大方背后，一定藏着不为人知的阴谋，绝对不是表面看上去的善意。就在众人纷纷道谢、满心期待之际，徐丹故作随意的开口，透露自己办理了德高记的年卡会员，全场消费可以享受7折优惠，整体算下来十分划算。随后，他看似无意的询问众人，是否可以直接报他的手机号抵扣消费，无需输入密码，也不需要会员本人到场核验。听到这里，苏乔瞬间彻底看穿了徐丹的心思，心中所有疑惑全部印证。徐丹根本不是真心想要自掏腰包请客，而是打算借用苏乔的德高记会员账户，利用免密消费的功能，盗用苏乔的会员余额买单，空手套白狼，借着苏乔的储值额度，在同事面前打造自己慷慨大方、体恤下属的好人设。识破徐丹的算计后，苏乔没有当场戳穿，而是悄悄私下联系了自己熟悉的门店工作人员，拜托对方帮忙操作自己的会员卡账户。他先是关闭了手机号直接消费的免密功能，又重新设置了专属消费密码，规定后续所有订单必须输入正确密码才能确认扣款、生效成交，彻底杜绝了他人私自盗用账户消费的可能。工作人员很快完成操作，告知苏乔设置成功，后续无密码将无法消费。做好一切防范准备后，苏乔静静等待后续事态发展，准备看徐丹的后续操作。这时，同事们纷纷在部门群里报备自己想吃的蛋糕口味，有人想要季节限定的白桃乌龙口味，有人想要不加可可粉的提拉米苏，团建氛围十分热闹。就在众人踊跃报备需求时，徐丹突然故作疲惫地开口，声称自己早上5点就起床，忙着为全员预约德高记的名额，忙活许久，导致自己头疼眼花，根本看不清手机屏幕里杂乱的订单需求。他顺势以自己状态不佳为由，使唤身边的苏乔，借口自己看不清消息，让眼神更好的苏乔帮忙统一整理全员的蛋糕订单。整理完毕后直接发给自己。苏乔内心短暂犹豫过，他忍不住暗自思索，或许是自己多心误会了徐丹，或许对方这次是真心想要请客，只是单纯需要自己帮个小忙。他觉得同事一场，没必要把关系闹得太过僵硬，举手之劳不必太过计较。但同时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倘若徐丹确实存着盗用自己会员额度的坏心思，那么这份由自己亲手整理、全员确认过的详细订单清单，就会成为徐丹自作自受、当众出丑的铁证。思虑清楚后，苏乔答应了徐丹的请求，乖乖帮忙整理订单。一旁的同事看着苏乔一再忍让，任由徐丹使唤，都忍不住为苏乔抱不平，直言徐丹的行为摆明了就是刻意欺负人。
此次团建参与人数共计32人，即便所有人都选择基础款小蛋糕，整体消费金额也会接近4000元，这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整理完订单后，全员一同前往德高记门店。抵达门店楼下后，徐丹看着众人以购买的蛋糕数量太多，自己一人无法搬运为由，招呼在场同事上前帮忙。众人此刻也彻底看清，徐丹之前所说的头疼眼花，全然是伪装出来的假象，不过是为了偷懒，使唤他人找借口。等在取餐的过程中，众人翻看最终的订单明细，发现大家挑选的蛋糕价格参差不齐，不少同事直接选择了菜单上单价269元的最贵提拉米苏。大家都心知肚明有人请客，便不再顾及价格，放心挑选心仪的款式。汇总后的订单总金额直接飙升到7000元以上。看到高昂的消费金额，不少同事心生愧疚，纷纷表示早知道价格这么高，自己就不会随意挑选，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开销。可徐丹为了维持自己大方豪爽的人设，故作毫不在意的模样，连连安抚众人，声称只是小事，让大家不用放在心上，开心最重要，不必顾虑消费价格。就在众人疑惑门店内没有提前备好的蛋糕，店内空空荡荡时，徐丹再次装腔作势，告知众人自己为了让大家拥有良好的团建体验，不用排队等候，特意额外花费8000多元包下了整家门店，只为让大家舒心享用甜品。这番话一出，在场同事纷纷夸赞徐丹格局大，出手阔绰，对他连连称赞。随后，徐丹主动上前对接门店工作人员，表明自己是提前预约包场的会员，告知工作人员所有消费订单全部从自己绑定的会员账户中统一扣除。门店工作人员立刻核对订单信息，随后向徐丹播报详细消费明细。全天包场服务费8199元，甜品订单总金额7200元，享受会员折扣后合计需要支付10799元。同时告知众人，所有甜品制作完成还需要1小时左右的时间。话音刚落，徐丹立刻变脸，将等待时间过长的责任全部推卸到同事身上，指责众人迟迟不肯确定蛋糕口味，报备需求过于拖沓，还特意点名小赵，埋怨对方没有及时提醒自己，才导致所有人需要额外等候，全程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就在这时，门店工作人员再次出声核对信息，向苏乔确认是否是本人操作预约了门店全天包场，同时下单30多份甜品。核实包场费、甜品费打折后，合计消费10779元，需要确认是否为本人操作，是否确认扣款。听到工作人员的喊话，在场同事瞬间心生疑惑，工作人员口中的持卡人是苏乔，并非请客的徐丹，而此刻的徐丹依旧故作镇定，丝毫没有慌乱，心里笃定可以顺利扣除苏乔账户的余额。苏乔心中十分清楚，自己早已提前关闭了免密支付，设置了消费密码，此刻他只需要静静看着徐丹如何收场。为了避免现场气氛尴尬，也为了拖延时间，徐丹顺势提议众人不必在店内干等1小时，可以先去旁边的商场逛街放松，等时间差不多了再回来取餐。同事们纷纷赞同，夸赞徐丹贴心周到，懂得体恤大家，跟着他格外享福。众人准备离开时，门店工作人员连忙叫住苏乔，告知苏乔核验失败，他的会员账户免密支付权限已经关闭，无法自动扣费，必须由本人手动输入支付密码，才能完成所有订单的结算扣款。扣款失败的结果让徐丹瞬间慌了神，满脸难以置信，反复疑惑几天前还能正常使用的免密扣款功能为何突然失效。在场同事也纷纷察觉不对劲，疑惑工作人员为何称呼持卡人苏女士，毕竟主动请客的人是徐丹，并非苏乔。察觉到众人的质疑目光后，徐丹立刻慌忙找补，强行解释称苏是自己丈夫的姓氏，自己私下办理各类会员卡都会习惯性使用丈夫的姓氏登记，只是想低调秀恩爱，并非大家所想的那样。这番牵强的解释暂时稳住了在场不知情的同事，众人纷纷夸赞徐丹和丈夫感情恩爱。但门店工作人员立刻当场拆穿了徐丹的谎言，明确告知徐丹，后台系统记录清晰显示，这张会员卡的持卡人性别为女性，且早在3天前，这张会员卡就已经主动关闭了所有免密支付权限。持卡人还专门增设了专属消费密码，后续所有扣款操作必须本人输入密码才能生效，不存在系统故障、输错号码的情况。听到工作人员的专业说明，在场所有人瞬间明白过来，根本不是系统出错，而是苏乔早有预料，提前做好了防范措施。徐丹眼见借口被拆穿，慌乱之下反复尝试输入密码，却始终输入错误，根本无法完成扣款。接连失败后，徐丹只能假装是自己记性太差，太久没有使用会员卡，彻底遗忘了密码。为了脱身，徐丹故作无奈地告知众人，自己要出去打电话询问丈夫密码，让大家在店内稍作等候。随后立刻转身出门，可他并没有联系家人，而是转头找到苏乔，一改之前的大方模样，语气急躁又强势，直接逼迫苏乔说出德高记会员卡的消费密码。面对徐丹的无理逼迫，苏乔态度坚定，直接一口回绝，明确表示不会告知密码。苏乔的拒绝彻底激怒了徐丹，他瞬间情绪失控，当场质问苏乔是不是故意为之，明知自己要用这张卡请客，却偷偷修改密码，关闭免密功能，就是故意想看自己在所有同事面前出丑，故意让自己下不来台。直言苏乔心思歹毒，刻意针对自己。在场同事听到两人的争执，瞬间哗然，纷纷议论起来。大家这才反应过来，之前徐丹所说的自用会员卡、自费请客全是谎言，这张德高记会员卡自始至终都是苏乔的私人账户，
徐丹全程都在演戏，妄图空手套白狼，盗用苏乔的账户余额装大方。不少同事都感慨自己白白夸赞了徐丹一番，纯属浪费感情。就在两人争执不下，全场氛围尴尬之际，门店工作人员再次上前告知，所有定制甜品、饮品已经全部制作打包完成，除去之前的折扣优惠，最终实际消费金额为12800元，需要相关负责人尽快核对结算。高额的消费金额让徐丹彻底慌了手脚，他再也无法维持淡定的模样，心态彻底崩塌。公司领导也在此时赶到现场，看到店内混乱的场面，立刻询问具体情况，要求所有人立刻解决问题，不要耽误全员的团建时间，浪费大家的精力。面对领导的质问，徐丹瞬间颠倒黑白，开始哭诉卖惨，将所有责任全部推到苏乔身上。他向领导辩解，自己是真心实意想要自费请同事们吃蛋糕，搞好团队氛围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苏乔心思深沉，提前偷偷关闭会员卡，免密支付，私自修改密码，故意设计圈套，就是为了当众让自己难堪，毁掉自己的心意，自己全程无辜，深受委屈。领导听完所有经过，结合现场情况，瞬间理清了所有前因后果，当场戳穿了徐丹的谎言。领导明确告知众人，整件事的真相一目了然。徐丹从头到尾都没有打算自掏腰包请客，只是想借着团建的名义，偷偷盗用苏乔的私人会员账户买单，打造自己体恤同事的人设。而苏乔只是提前察觉了徐丹的算计，出于自我保护，关闭了免密支付，修改密码，全程没有任何过错。真相大白后，在场同事彻底看清了徐丹虚伪自私的真面目，纷纷为苏乔抱不平，感慨徐丹胆子极大，妄图白嫖1万多元的消费，刷新了大家的认知。与此同时，门店工作人员再次催促徐丹结账，表明店内食材、人工都有成本，若持续拒不付款，门店只能选择报警处理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面对工作人员的追责和众人的目光，徐丹依旧不知悔改，反而恼羞成怒，胡乱攀咬，声称苏乔和门店店长早就相互认识，两人狼狈为奸，提前串通好设下圈套，故意挖坑坑害自己，就是为了让自己当众出丑。听完徐丹无端的污蔑，苏乔终于不再忍让，冷静又条理清晰的当场回击。苏乔表明，自己作为门店资深 VIP 会员，和店长相识是十分正常的事情，全程自己从未承诺，也从未允许过徐丹使用自己的私人会员卡消费，是徐丹自作主张，主动当众夸下海口请客，妄图私自盗用他人私有财产。苏乔进一步解释，关闭自己账户的免密支付，修改私人消费密码，是保护个人财产的合法合理行为，是每个人的正当权利，天经地义。他反问徐丹，自己没有义务为了配合他装大方，称人设就放任他随意盗刷自己的私人财产。徐丹的歪理根本站不住脚。就在两人争执不休时，门店为了追回消费款项，依照流程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方抵达现场后，立刻向徐丹核实情况，确认徐丹预约门店包场定制甜品，整体消费金额高达15399元，且存在未经账户本人允许，擅自冒用他人账户消费的违规行为。面对警方的询问，徐丹依旧试图狡辩，声称金额核算有误，同时再次颠倒黑白，指责苏乔故意设计陷害自己。警方当场告知徐丹，私人会员卡属于个人私有财产，持卡人有权随时修改密码，关闭免密权限，他人未经允许擅自冒用，消费本身就不合规，事后拒不结账，恶意污蔑他人更是错上加错。公司领导也当场表态，明确此事完全是徐丹个人行为，和公司和苏乔没有任何关系，公司全程不知情。在警方和众人的压力下，徐丹被迫结清了所有消费账单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依旧拒不向苏乔道歉。警方随即警告徐丹，结清账单是偿还消费欠款，而当众污蔑、栽赃他人的行为必须道歉，否则将按照扰乱公共秩序依法处理。迫于压力，徐丹最终极其不甘愿地向苏乔说了一句对不起。这场团建闹剧结束后的第二天，公司直接做出处理，将品行不端、恶意算计同事、损害公司形象的徐丹开除。同事一早到公司后，就发现徐丹的办公物品已经全部搬空，彻底离开了公司。大家都觉得大快人心，认为徐丹自作自受，昨日当众丢尽脸面，公司必然不会继续留用他。还有同事替苏乔惋惜，觉得应该让徐丹偿还长期以来白嫖的所有下午茶费用。苏乔心态平和，只希望徐丹彻底离开后不再出现在自己眼前，恶心自己的工作生活。徐丹被开除后，公司领导单独找到苏乔，告知他公司和星月科技有一个重点合作项目，双方高层都高度重视。原本该项目一直由徐丹对接负责，如今徐丹已经离职，项目对接岗位空缺，需要立刻安排人员补上。领导表示自己一直看在眼里，苏乔连续3个季度的工作考核都是 A 级，业务能力扎实优秀，且熟悉该项目的所有前期材料，完全能够胜任对接工作，因此决定让苏乔接手这个重点项目。苏乔当即答应领导的安排，承诺会认真负责，绝不耽误项目推进进度。就在苏乔专心准备项目对接工作时，领导收到一通来电，挂断电话后神色微妙，告知苏乔一个突发情况：星月科技本次主动对接该项目的负责人恰好是徐丹，而星月科技的人事主管是徐丹的老同学，是徐丹主动点名，要求必须由苏乔作为对接人跟进项目，还对外大肆宣扬苏乔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新人，只有自己最了解苏乔的工作模式，换其他人对接他不放心。领导告知苏乔无法更换对接人，只能由他和徐丹对接。
叮嘱他稳住心态，保证项目顺利推进，不要出现任何纰漏。得知对接人是徐丹后，苏乔心中百感交集，他默默在心里细数了入职以来徐丹长期压榨、算计自己的种种过往。3个月以来，徐丹无数次让苏乔自费承担下午茶费用，累计金额875元，多次让苏乔无偿代写项目报告核心内容，整理客户资料，全程不署名，无回报，频繁占用苏乔下班和工作时间，让他处理各类私人杂事、琐碎工作，所有付出都被徐丹悄无声息占为己有。苏乔原本一直隐忍不计较，可徐丹再三纠缠，步步紧逼，也让他下定决心不再退让，正式开启反击。项目对接会议正式召开后，徐丹立刻开启伪装模式，当着星越科技所有同事的面，刻意拉着熟人关系，大肆吹捧苏乔的工作能力，营造自己悉心提携、栽培苏乔的假象。不知情的星越科技同事纷纷误以为苏乔年纪轻轻就能接手重点项目，全是依靠徐丹的提携关照，是靠走捷径、抱大腿得来的机会。私下对苏乔议论纷纷，觉得苏乔只会攀关系，没真本事。面对众人的非议，徐丹非但没有澄清，反而顺势装好人，故意将项目中难度最高、最考验创意和整体架构的 A 阶段板块分配给苏乔，还假意贴心叮嘱其他同事不要和苏乔争抢，同时将简单基础3天就能完成的 B、C 阶段基础整理工作分给其余同事。他还刻意当众抹黑苏乔，谎称苏乔向来眼高手低，平日里只愿意挑战高难度工作，瞧不上基础的数据整理、表格核对类工作，刻意塑造苏乔高傲不踏实的负面形象。分工结束后，双方团队正式开展项目对接，初步提交的方案仅有17页创意概念内容，缺少落地细则、预算拆解、执行周期等核心内容，整体只是一份半成品。星越科技的李总看到方案后十分不满，当场提出质疑，斥责对方团队敷衍了事，耗费2周沟通时间，只交出一份无法落地的创意 PPT， 根本无法向项目经理汇报。面对客户的不满，徐丹第一时间推卸责任，当场质问苏乔，指责苏乔没有和对方对接人员小刘沟通落地基础细则，遗忘核心工作，才导致方案出现重大纰漏，将所有工作失误全部归咎到苏乔身上。在场不知情的人员纷纷质疑苏乔的业务能力，觉得他徒有虚名，能力不足，犯下低级工作失误。面对所有人的质疑和徐丹的恶意甩锅，苏乔始终冷静沉稳。在众人的非议声中，苏乔当众拿出自己早已准备完善的40页完整落地方案，主动向李总和所有参会人员讲解。这份完整方案分为4大核心板块，包含5天内可完成的实地勘察排期、12家本地供应商比价排序、4大关键物流铺设节点，以及细化到3级科目，标注负责人和时间节点的详细预算拆解，内容全面，条理清晰，落地性极强。苏乔同时向众人说明，自己早已准备好完整方案，只是对接初期优先展示了创意部分。他也暗自理清了事情的关键问题。此前对接时，徐丹刻意隐瞒了小刘的联系方式，没有进行工作交接，刻意阻断自己的对接渠道，就是为了故意制造工作纰漏，借机打压自己。正是徐丹不合常理的操作，让苏乔提前察觉到异常，才提前备好完整方案，应对突发状况。听完苏乔条理清晰、面面俱到的讲解，看到详实完整的落地方案，李总瞬间打消了不满，当场夸赞苏乔工作细致，考虑周全，是专业靠谱的工作人员，明确表示后续按照这份完整方案推进项目。得到客户的认可后，苏乔没有就此作罢，而是主动开口，希望在场所有人为自己作证，彻底厘清本次工作失误的责任。徐丹见状立刻慌张打圆场，声称只是一场小误会，没必要过度纠结，不想让苏乔继续深究。苏乔没有理会徐丹的阻拦，坚持让作为项目核心经手人的徐丹留下来，当面厘清所有分工与对接问题。他当众拿出分工文档，明确告知徐丹，基础落地工作原本划分给星越科技团队负责，自己早已整理好全部对接资料，多次要求徐丹同步对接，提供小刘的联系方式，完成工作交接。可徐丹始终刻意回避，拒不配合。面对铁证，徐丹依旧嘴硬，声称自己会通知小刘对接，让苏乔无需操心。可星越科技的对接人小刘当场拆穿了徐丹的谎言，明确表示自己从未收到过徐丹的任何工作通知和对接安排。谎言被当众戳穿后，徐丹彻底恼羞成怒，当场指责小刘忘恩负义，怒斥小刘跟着外人拆自己的台，是白眼狼。即便真相已经摆在眼前，徐丹依旧不知悔改，继续颠倒黑白，声称是苏乔故意蓄谋已久，明明备好完整方案却不提前说明，故意等着看自己出丑，博取客户好感。亲眼目睹全程闹剧，看清徐丹毫无职业素养、肆意内斗甩锅的行为后，李总彻底失去耐心，当场做出决定，直接换掉星越科技的项目对接人，终止徐丹的对接资格，不再让他参与本次重点项目的所有工作。丢失核心项目对接资格的徐丹依旧不死心，慌忙拉住赶来的上级领导，试图继续哭诉卖惨，想要颠倒黑白挽回局面。但所有真相已经大白，再也无人相信他的片面之词。他的算计与内斗最终全部反噬自身。